中国力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，这是痛击美国的大招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创。近日，王毅在出席第1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表示，中国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，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，站在对话一边。与此同时，王毅此行还与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就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进行了沟通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明明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参与者，为何要力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呢？其实，中国在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发声，就是要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。此举也是在痛击美国的霸权立场。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，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。第一，就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，俄罗斯把乌克兰给打服了，或者是俄罗斯因为战争消耗太大，从乌克兰撤军，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，受损的各方包括乌克兰、俄罗斯、欧洲国家，当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，以及那些对能源和粮食危机都非常敏感的国家。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危机，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关切各方利益的和平解决方案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并不难制定，难的是谁来制定这套方案。由俄罗斯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，如果被乌克兰和美西方接受了，那就是西方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重大失败，这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。如果由美国主导或者是欧洲主导的和平解决方案，那么俄罗斯人基于明斯克协议受骗的经历，或许根本就不会再次上当。那么第三种情况，很可能就是没有和平谈判的停火，或者说双方等到打不动的时候也就不打了。这需要西方接受俄军占领部分乌克兰领土，同时乌克兰也要认可无法恢复全部领土的事实。这样的结果同样是无法带来长久和平的。俄罗斯被西方制裁的问题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解决，整个国家的发展将严重受限。所以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言，由一个非西方国家拿出和平解决方案，或许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。所以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第2强的国家，作为乌克兰危机的非涉事方，完全有资格提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。这里可以推测一下相关的解决方案。首先，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应该得到尊重，俄罗斯方面要放弃过度的领土诉求，乌克兰方面则需放弃加入北约，并放弃战争索赔，而西方国家要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。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斡旋的，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，双方都几乎没有退路。为缓解这一难题，西方国家必须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尊重，乌克兰甚至需要放弃攻击克里米亚的目标。其次，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关切必须得到尊重，这就要求北约做出承诺，拒绝乌克兰的加入请求。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，保持永久中立国的地位，但不能加入军事性质的北约。乌克兰军队应该避免发展能够打击到莫斯科等地的远程攻击武器，俄罗斯则要避免在乌克兰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演习。只有双方都给了对手足够多的安全保障，才有可能消除双方的安全危机感，欧洲呢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和平。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中国只提出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原则，将具体的解决方案交给俄乌双方共同协商决定。说实话，不管中国提出何种中立的解决方案，都有可能被一方理解为不公平。可以说，目前俄乌冲突问题的解决已经陷入了一个死结，主要就是双方对领土的执着，而领土主权完整又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。俄罗斯不愿意在这方面让步，就意味着和平解决方案并没有空间。西方不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，或者不做出这样的承诺，俄罗斯就不可能有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愿。所以我们也有可能只提出大的方向和原则，而没有具体的方案。
具体的谈判方案还要由当事国自己提出。不管中国拿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具体方案是什么，只要中国提出了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主张，对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，塑造自己是乌克兰危机解决者的角色，就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当前，美国不断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，欧洲呢希望中国劝说俄罗斯撤军，俄罗斯也希望能得到中国足够大的支持，乌克兰则担心中国站队俄罗斯。所以，中国亮明自己的立场，拿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，等于给各方一个最好的交代。只要中国做了，他们听不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由于这次的表态加分是确定的。另外，中国此举也是在给俄罗斯一个台阶下。我们要认识到，一旦中国提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，又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响应，那么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甚至会动摇美国的全球霸权。这一点或许更为关键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